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好久没有回来的系列啦，玩家社群反馈。这一次官方也是合并了2个月的问题，包括2月跟3月的。不过这一次回答的问题比较多，总共有11个问题。但是问题多质量不高也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官方选择了哪一些问题来回答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说11世纪是一个很好的剧本，在游戏中添加更多内容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这个玩家希望在休战期，也就是没有在打 KVK 的时候，有时令系统可以帮助玩家恢复。这个时令系统其实在某一段时间会有采集的速度提升。我认为这个玩家的想法应该也是希望在我们没有战斗期间，可能也是分成几个季节，像是采集速度提升，对野蛮人造成的伤害提升，或者是训练部队的速度提升之类的。策划答复感谢你的建议，确实他们也发现到这个反馈是有好处的。但如果要加入的话，必须要仔细的考虑和讨论过，以保持游戏的体验平衡性和吸引力。我也觉得这个需要考虑啊，毕竟有分成不同赛季的王国，还有分成先锋王国、一般的王国，有 ABCD 主王国。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问题，这个玩家所反馈的东西就是在海战之前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我的想法。这个玩家是希望增加更多怒海争锋的内容，这个玩家是建议增加新的地图、新的船只、新的品种、排名系统还有锦标赛。他讲怒海争锋是比奥西里斯联赛还要更有趣，更加讲究策略还有定位。我是举手同意这个玩家的说法，因为我讲真的，现在奥西里斯联赛也不算是公平的联赛了，就是比谁的装备军器更加好。反而怒海争锋，不管你是使用什么统帅也好，它只是看船只而已，还有玩家怎样去操作跟队友的配合度。不过当然的，怒海争锋在兵种方面还是需要多一点点调整。策划答复，他们会持续监控包括怒海争锋在内的所有游戏，并且根据玩家的喜好、参与率、反馈这些副本活动来进行更新和迭代。虽然他们是选择了这个问题，但是我是个人觉得第二个问题没有回答到的。不过我是真心希望怒海争锋可以更新啊，那个游戏确实是不错的。第三个反馈，增加拒绝好友请求的选项，这个其实在之前就有讲过了。策划答复，他们理解让玩家能够控制游戏内社交互动的重要性，在对聊天系统进行稳定性评估之后，他们计划在今后的更新中加入此功能，所以各位之后可以拒绝请求了。终于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。接下来第4个反馈其实是我反馈的这个反馈就有说到，希望在点点模式的时候，在右手边的统帅栏可以看到统帅的怒气值，让手机跟电脑有更好的游戏体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缩小统帅的头像大小，因为在点点模式的时候，统帅的头像会挡着我们战斗。你是老观众的话，应该都知道这个部分我是重复了很多遍，我至少讲了3次。那其实我私底下也是跟客服反馈过很多遍了。最后一次我跟客服提这件事情，就是激战模式的时候，我去问客服嘛，并且再次跟他们说明这件事情，希望他们去改。我们来看一下策划的答复，他们目前正在努力解决玩家遇到的各种操作问题，尤其是在战略视角层面，这些问题包括头像遮挡和需要在简化模式下有效的显示怒气点。我们将在今后的更新中解决这些问题，并且进行优化。所以 finally 策划看到我们的反馈了，我是真心希望在下一次先锋大战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改进啦，因为在下面的部队攻击上面的部队真的是要命啊，完全看不到敌人在哪里。第5个反馈，希望国王所放的王国标记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。其实这个问题我是想了很久啊，那他身为一个王国的国王，为什么打的标记只能自己联盟或者是自己军团的人看到呢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玩家跟我一样好奇这个问题。策划答复，感谢你的建议，他们会探讨这个问题实行的可能性。像是提出这个反馈的话，策划他们那边又要开发多一个新的标记出来，而且要想办法让全部玩家都可以看到，这个确实他们开发需要一点时间，开发成本还有实用性，如果实用性不高的话，可能他们就不会开发了。第6个反馈，减少先锋王国的数量，这个不会影响到已经进行的分线报名系统，但这样可以让游戏中最大和最具竞争力的王国提供喘息的空间。我相信写出这个问题的玩家应该是来自先锋王国的玩家。那确实在之前我就跟各位讨论过这个问题啊，先锋王国的门槛太低了，现在随便只有一个百亿联盟的王国都可以变成先锋王国。我是可以老实跟各位讲，你只有一个百亿联盟的先锋王国，你是没有办法再赶出更多玩家，或者是再降低更多战力去招募更多新玩家进来了。变成现在先锋
风王国的体积越来越少，只有越来越多人离开，很难再招募更多新的玩家进来，一直被限制住。当这些先锋王国没有新的血进来，慢慢就会变成死国了。所以我个人的想法，确实官方应该要减少先锋王国的数量。你可以不要减少国服的先，因为国服的玩家其实还蛮多的，但是国际服已经快要死了。表面上看起来先锋王国好像有24个，但实际上真正的先锋王国只有3-4个而已。我不确定策划有没有去了解过先锋王国的问题。如果他自身就在先锋王国里面的话，他应该能够切身体会到现在先锋王国的窘境。策划答复，他们知道优化先锋王国分布以维护游戏平衡的重要性，同时也为策略游戏提供了充足的空间。他们的团队将会参与这个讨论，探索符合这些要求的潜在调整，并且他们也会在未来开一个专门讲这个话题的策划面对面。那老实说，我是知道策划他们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到底要怎样去解决。像是我之前就有讲过，我被邀请去开圆桌会议，也是专门是讲先锋王国的事情，但那个也只是解决了报名的问题而已。现在玩家流失的太快，已经没有多少先锋王国了，这个确实要解决。像是现在已经有分线报名限制玩家人数了，所以确实先锋的标准可能可以调整一下。第7个反馈，我印象中有聊过这个问题啊，希望在 KVK 期间增加阵营聊天室。目前是已经有王国聊天室、失落聊天室、联盟聊天室，还有结盟聊天室，但是没有阵营聊天室。他希望增加了这个阵营聊天室之后，可以更好的跟其他王国聊天。策划答复，感谢你的建议，我们会考虑在不久的将来添加阵营聊天功能，所以这个也是确定了。我个人也是觉得阵营聊天室蛮重要的。第8个反馈，最近我的观众才跟我讲这件事情而已，等一下我们再讲，先看一下这个问题写什么。希望在联盟商店中增加退款系统，因为任何一个阿4都可以使用联盟积分去购买其他的东西，并使得联盟失去资源。这是前阵子观众给我的投稿，他说副盟 R5 账号疑似代打被收买了，删除了要塞，并且把其他的成员们给踢掉。另外一位是国王的账号被人家入侵了，然后买了很多的移民令，并且开放移民给其他的玩家移民进来。是会时常发生类似的事情呢。那当然也不完全是官方的问题了，除了一些账号是被黑之外，有一些是代打啊、被收买的问题，所以反馈的玩家才希望官方增加退款系统。不过以我对这个游戏的了解，一般是不会有退款系统的，所以他们决定只有头衔的R4成员才可以补货，这个将会在未来的更新中加入。所以不管怎样，各位你们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账号，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你们的账号，知道你们的密码。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职位，你是国王也好， R4 也好，还是一般的玩家也好，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账号。真的要把账号分享给其他玩家，就设置2级密码。第9个反馈，希望可以重新设计过联盟总动员的任务，可以在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、体力、宝石加速的情况下更容易完成。策划答复，联盟总动员可以让盟主或者是指定的官员手动刷新，可以根据联盟的情况刷新任务，但是这个操作会增加管理层的负担。他们会考虑优化规则和操作，他们也会对各种任务的实际接受和完成情况进行审核，查看是否要对任务难度进行调整。那其实联盟总动员在上次改过之后，我觉得有变比较好一点了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完成太难的任务，就接一些比较低等级的任务吧。就像我之前所说的，你不可能要求完成更简单的任务，但是拿到更好更有价值的东西吧。不管怎样，看官方接下来的调整吧。我们看第10个反馈。那这个玩家所反馈的东西，其实我也是想要更新，就是在搜索执政官名字那边可以增加 ID 搜索功能。因为现在我们要搜索某一个玩家呢，只能通过名字来搜索，万一那个玩家改了名字之后，你就永远找不到这位玩家了。但是 ID 是不能更改的嘛，所以用 ID 搜索其实比较合理。除此之外，他也是希望联盟排行榜还有王国排行榜中可以用 ID 或者是玩家的名字来搜索。策划答复，感谢你的建议，目前正在开发 ID 搜索功能哦，所以之后我们可以用 ID 来搜索玩家了。又有一个确定的答复了。接下来最后一个反馈，第11个反馈，希望优化小刷子的使用逻辑。那如果现在要从 A 换去 B 的话，要使用小刷子，这个是很合理的嘛？但是这个玩家说从 B 换去 A 又要使用小刷子，他认为这样子是不合理的，有什么理由你要用2次小刷子？策划答复，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，我们将会做出修改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解决的方案已经确定，并且在未来的更新中加入。以上就是这一次官方做的玩家社群反馈。老实说，我是还蛮满意这一次他们做的回复，有很多问题他们都有回复到，并且大多数问题都是蛮重要的。不过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，这一次做的比较好，下一次可能就会做的比较糟糕了。我是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不管怎样，希望在近期能够看见他们今天所提到的一些反馈的相关优化啦，尤其是点点模式还有先锋王国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。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期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